多谢公主厚爱，只是萧景心中早有心仪之人，故不能联姻。你与萧寒争夺储君之位也不是一两天了，若能与公主联姻，估计来日就能被封储君。我想登上高位，但也想与你一起。若这两者有何冲突，昭然，我选你。哎呀，知道了，说这么肉麻，你进去吧，我要回家了。而就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堂堂护国公之子，征战5载从无败绩的常胜将军孟昭然，居然遇袭了。哼，接会也不提前打听打听，本将军可是……怎么回事？我中毒了？什么时候？黄泉路上，慢慢回忆吧。然后我重生了。恭喜宿主获得重生大礼包。等等，这啥情况？我成狗了！哎呦，这都是暂时的，待有一日你与两心相悦之人接吻，即可变回人身。那简单。萧景一向温和善良，就算我变成狗，想亲一口不也是轻轻松松？什么情况啊？我温和良善的萧景去哪儿了？流浪狗都能进王府了，把当差的给我拖出去，每人20大板。啊，这狗要如何处置？脏了本王的血，活埋了吧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滚出去！从我家萧景身上滚出去！混账东西！属下知罪，这就去活埋。慢着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是认出了我。死了太便宜他了，扔进狼窝里，生死有命。是。你看看我萧景，我是昭然啊！我被扔进狼窝，被豺狼撕咬，拖着一身伤，九死一生才逃了出来，却再也不敢去寻那心上人。我不明白，他为何会变成如今这般残暴的样子。萧寒，我的死对头，伤成这样，这狗怕是活不了了。未必。就是饿死你，绝不吃你萧寒的一口饭！我和萧寒是结仇多年的死对头，而原因嘛，自然是他一个冷漠、高傲、凶残狠辣的，居然敢跟我温文尔雅、万民称赞的爱人萧景争夺皇位。我们在朝堂上明争暗斗，却会上撕逼谩骂。你要喝啊，你信不信我？皇兄手无缚鸡之力，昭然如此胜之不武，还是算了吧。哼！而现在要我接手他的案子，没门儿！不吃就只有饿死，饿死了也不问你的事儿。哎，听说养狗要取了名字才会认主，您不妨试试。就是叫我爹我也不认。这犟宠的眼神与他一般模样。从今日起，你就叫孟昭然吧。你他妈羞辱谁呢？你敢取我的名字？你也是人？哎，有反应了，看来他喜欢这名字。骂他没骂你是吗？真香！嘿嘿，这洗干净了，看着还挺可爱的。吃饱喝足洗白白，是时候去亲吻我两心相悦的爱人变回真身了。啊，怎么跑了？看在你帮了我一场的份上，今后我少骂你2句。上次是我太过大意，他又不知道那狗就是我，说不准是单纯怕狗呢。这次我蹲守在他的必经之路上，趁其不备一口亲上去，变成人了再解释也不迟。他俩怎么一起走了？不管了，先上。哪来的狗？前几日我曾投喂它几次，想必是看到我太开心了。殿下对小动物都这样好，什么情况？不是说亲吻两心相悦之人就能变回去吗？我为什么还是狗啊？那联姻之事就这么说定了。下月初8记得来迎我。等不到下月，我想日日都能见到公主。讨厌，那我先走了。搞什么呀？我到底是重生了还是穿越啊？萧景不是说今生今世我爱我一人吗？这又是……都逃跑了还敢来，小畜生！本王亲自送你归西。恭喜皇兄与西凉公主联姻，来日入主东宫，指日可待。你来做什么？王府中走丢了一只小犬，正是这只。
请皇兄归还。我本来也要给你送去的。我呸！你方才分明就是想摔死我，难道因为他怕狗？从前没觉得呀。骗人！我俩刚亲了，为了保险我还伸舌头了，为什么还没变回人形？注意审题，我说的是两心相悦之人。有问题吗？我爱他，他爱我。只是冰城甜蜜。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该不是耍我吧？萧景怎么可能不爱我？他都要和西凉公主成亲了，他你个鬼呀！你的意思是他移情别恋了？那我怎么办？萧景移情，不是爱我孟昭然。那就当狗呗。你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运，能被我救下，再跑，真要没命了。睡觉就睡觉，摸我做什么？就是把你当成爱贝贝了。这个小混蛋，爆料给我路途了。我本是该死之人，何必多活这些时日？叫我看到爱人移情，这虚伪的世界，再见了。别人死了还有救的。要我一辈子以狗的身份活，不如死了的好。就算萧景不爱你了，你再找个爱你的亲不就是了？我上哪儿去找啊？谁会爱一只狗啊？说不定有这样的变态呢。喝死你算！就算陈王做了太子，事情也未有定论，您何必如此借酒浇愁啊？我家萧景当太子了？不对，他都爱上别人了，我讨厌他。倒酒。不过能让这死对头不开心，那我就很开心。嘿嘿嘿嘿，系统说的有理，只要活下去，说不准就能碰到爱上我的变态，届时我勉为其难也爱他不就行了？好吃，真好吃。休想干啥？孟昭然，我好想你。他刚才叫了我的名字，还说很想我。没错。咱俩是死对头啊，连狗都不放过。我看你是真的饿了。那我再助你一臂之力。你他妈，这会儿就能变成人了？真的是你，你回来了。不是我，这都是你的幻觉。好，是幻觉也好，能再见到你，便此生无悔。咱俩有这么深的交情吗？像，太像了。懒得跟你这个罪恶说话，我还得去找萧瑾呢。他都要成亲了，他心里根本没有你。自你死后，我事事为你探查真凶，他呢，转头就与人定下婚约。你咋还杀人诛心呢？总归只是幻觉，留下来陪陪我，好不好？行吧，那你不能动手，也不能动嘴。我的梦境，我自己说了算。也好，虽然被人占了便宜，至少我这身体……等等，为什么还是狗啊？小红，给我出来！在。为什么昨天能变成人，今儿个一早又变了回来？将你变回来是看热闹，没想到萧寒如此无用，竟只亲了一晚上。那不然你还想看什么？哎呀，你懂的。我呸！萧寒就算是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和他做这种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你既然可以让我短暂变回人形，就让我以人形去见萧瑾不就好了？那不行，这是规矩。哎呀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吗？可你也不是活的呀。你他妈的！我恐怕是太想他了，昨夜竟把你看作他。说好的死对头呢？你咋忽然这样了？王爷，您的安神药好了？不喝了啊？从前总是难以入睡，但自从有了这只狗，夜夜都睡得酣甜。啊，对，我毛都快秃了，你是只字不提。好吧，那还有一事要向您禀告，杀了孟将军的刺客已经捉到了。真的？说受何人指使？是当今太子萧瑾。妈！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他爱我至深，为了我连太子之位都可以不要，怎么可能过人杀我？杀了。您说过，告知幕后之人就放我活命啊！伤了他本该碎尸万段，现在只是斩首，便宜你了。自那日起，我一直跟在萧寒身边，看着他为给我报仇运筹帷幄，看着他和萧瑾明争暗斗，
看着萧景为了算计他不顾百姓生计时，他费尽心机保一方平安无恙，更看见那从前说此生只爱我一人的萧景，与西凉公主情色和谐，夫妻恩爱。我想，我怕是真的错了。王爷真喜欢这狗，出远门也不忘带着。本王也不知为何，只要他在身边，就觉得安心。那是本将军的手感绝佳。为了给孟昭然报仇，处处与本宫为难。再这么下去，太子之位恐怕不保。手无缚鸡之力，要杀他还不容易。今天让他有来无回，上！我拦下他们，王爷会逃。谁都别想逃。本不该手足相残，但对不住了。对不住了。萧寒是好人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别伤他！这畜生对你倒真的是忠心。别碰他！你连自己都护不住，何况是一个畜生？先送你上路，这畜生随后就到。也是必死之人，不如皇兄打我一货。说来听听。孟昭然对你忠心耿耿，你二人向来两情相悦，为何要杀他？我也想知道。父皇的态度很明确，西凉公主嫁给谁，谁就是未来的太子。说我记得不错，公主当初第一个看上的应该是你吧？这都不答应，蠢！我问的是你为何要杀孟昭然？我虽喜欢她，但我更喜欢权力。她能征善战，的确对我大有助益，但为了太子之位，我只能迎娶公主。那你还在婚宴上拒绝赐婚？孟昭然那个驴脾气，我要直接答应，他不得给我王府拆了。我故意当着他的面叫他放心，而后又趁他送我回家的时候给他下药，之后再派刺客将其暗杀，如此便可高枕无忧。原来如此，此生不能为你报仇，那就叫我随你去了吧。待有一日你与两心相悦之人接吻，即可变回人身。原来如此啊！真心爱我之人竟然是他。昭然，这是幻觉吗？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我死！在我面前还敢动手伤人，太子殿下是忘记我的能耐了？昭然，真的是你，是你就太好了。你不知道，在你过世这段时间，我伤心欲绝，几乎就要随你去了。此生还能见到你，真是太开心了。你方才的话，他又不是没听见，装什么？殿下演的一手好深情，我差一点就要信了。你听我解释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这年头谁没点苦衷？走吧，我护送你回去。复活了？怎么会有这种离奇的事？孟将军向来倔强，如今知道真相，只怕对咱们不利呀。那又如何？他最好骗了，多年的感情怎么会轻易放下？现在他只是在气头上，来日我三言两语便能将他哄回来。我也将你平安送到，走了。干嘛？不抱着你，我睡不着。清楚，咱俩可是死对头，还没到可以在一张床上睡觉的交情。是吗？我以为个屁！好不容易死而复生，我还要回将军府报信呢。走了。唉，我还以为你挺身而出护我的那一刻，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。为太子之位迎娶西凉公主也是无奈，我心中唯有昭然一人。可如今，太子之心属下明白，就算幼帝已去，我孟昭林一样为太子马首是瞻。兄长不怪我就好。生死有命，与殿下何干？咋就没关系了？昭然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太子殿下，离这个坏人远一点，就是他害我丧命的。什么？不知昭然何出此言？能见你死而复生，我也是很欣喜啊。呸！昨天夜里你在城外亲口说是为了太子之位暗害于我，还想杀萧寒呢？怎么会呢？我昨天夜里一直在孟府为你守灵，兄长也可作证。啥玩意儿？是啊，昨天夜里太子殿下一直在孟府，没有离开过。啊！我记错了吗？昭然，我们曾经那样要好，你却怀疑是我杀了你，我很伤心。
走开！昭然，昭然死而复生，怕是记忆混乱了。太子殿下先请回，待他恢复，再见也不迟。知道了，那我走。他昨天真的一直都在？对呀，就在这里坐了一晚上呢。你亲眼看到的？那倒没有。昨天夜里军营里有事儿，我没在家。不过听下人说，这祠堂的烛火亮了一整夜。原来如此，想去杀萧寒，又得找个不在场证明，便拉我孟家下手为他证明。烛火亮了一夜，不代表他人就在里面待了一夜。果然狡诈。不过你为何会死而复生？你的尸体我见过，死得透透的。事情复杂的很，我回头再跟你说。嘿，那人都回来了，牌位还放不放了？萧景既然要杀他，就不会只杀一次。不管怎样，是他将我复活，我得保他周全。滚啊！活的，热的，别叫唤。这么晚了，他怎么还不睡？殿下有神经衰弱之症，夜里总是难眠。前些日子有个小狗陪着，倒是睡得香。只是这几日不知那小狗去了何处。喂，睡觉。不是说我们只是死对头吗？死对头看到你睡不着，也不能见死不救。别废话，睡。只是这样我睡不着。那你还想咋样？平日里我都是抱着那只狗。哎，行，抱吧。睡着了吗？你身上没有毛。那不然呢？我又不是真的狗。没得摸，我睡不着。我是看你可怜才来帮你的，别太过分了啊！我现在又不能凭空变出狗毛来。或许还有个办法。说。就是温然潮汐，晨光漫过窗沿，落在你眉眼。一碗热粥的甜，暖了还真是亲一会儿就能睡着。我这嘴是什么灵丹妙药吗？这么看他也不讨厌嘛，甚至有点好看。让开！我弟和你家王爷一向不对付，谁知道你们会对他做什么？放我进去！不行，王爷好不容易才睡着的。死了以后有的是时间睡，但欺负我弟就是不行。将军慎言。啥情况？吵起来了？我去看看。什么情况？哥，我可以解释的。别吵，睡觉。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他们两个怎么可能睡在一起？您还是认清现实比较好。方才所见，我弟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刚才的确是，但我家王爷不可能在下面。不对，你等会儿，我先冷静冷静。哥，你有话直说。那我就直说了哈，咱家的男儿可以喜欢男人，但绝不能做下面那个，所以。你想多了，我和萧寒不是那种关系，他可是我的死对头，就是全天下的男人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喜欢他。但愿你不是嘴硬。那是自然。我此生最后悔的，便是没能在情浓之时与他做到最后一步。如今唯有设计叫他失身于我，才能将此前种种一笔勾销，叫他重新效忠于我。是。我现在怎么这样不胜酒力啊？昭然，我备了醒酒汤，你喝一点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见你似有不妥，不放心，便跟来了。装了，你那点手段骗骗我哥也就罢了，少来糊弄我。实话说了，几次差点被你弄死的狗就是我。你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，还想让我以为自己记忆混乱、浑水摸鱼，你想得美！不是的，昭然，旁的暂且不论，说你真心爱我，又怎会在我刚死不到半日就与旁人定下婚约？这傻子怎么不好骗了？看来只好等药效发作强盛，若有了肌肤之亲，他就再也不能离开我了。还不走？要我亲自赶你走吗？有种招！人谁无过？过了今晚，就让一切重新开始吧。昨天真是瞎了眼，居然看上了你。药效发作，你又能撑到几时？我就是憋死，也不会顺了你的意。那你试试看。怎么还有力气反抗？赶紧跟我走！怎么了？我曾从萧景手下救你，是为了叫你顺手屡次牺牲自己，如此大恩，你认是不认？认。那我如今被歹人下药，需与人那般才能解毒，你是不是该为了报答我献出自己？为何是我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
系统说两情相悦之人接吻才能叫我变回人形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好，我乐意效劳。那就好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给我睡。我不可能在下面。我哥说了，我必须在上面。也行，那就好。再努力就行。那不是一个意思吗？事已至此，就只能各凭本事了。笑死！我一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，难道还敌不过你？糟了，怎么没力气了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地热不退，我真的不会死吗？有我在，不会。就是因为有你才会这样。待我病好，你也得给我说一次。再说吧。什么叫再说吧？一人一次，公平合理。我跟你说，尔等逆贼扮作孟将军的样子，意与何为？你这计谋怎么层出不穷？这次又是什么？本宫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孟将军下葬之时，很多人都看到了。你这冒牌货从何而来？发现你这人特讨厌。少废话，拿下！谁敢？别忘了，本宫才是太子。以本宫所见，这件事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一起拿下！真是给你脸，动他一个试试。是下面的。我呸！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你若不认，那便去御前定夺吧。我是真的呀！少熙养在皇宫内与太子萧瑾作伴，还经常偷吃御膳房的芙蓉酥。的确如此。此事知晓者不少，若是有意为之，也未尝不可。好歹相爱一场，你就这么巴不得我死？本宫舍不得真正的赵然死，自然也不能纵容你这冒牌货以他的名义图谋不轨。叫我兄长来，他定能辨别真假。本宫也正有此意。护国公孟昭林求见。选。兄长，你快证明。兄长，扮作我阿弟的模样，找死！我就是昭然啊！兄长，你怎么也不认我了？因你之过，我一大早命人开棺，我阿弟根本就没有死而复生。怎么可能？阿兄，你这冒牌货，不要叫我阿兄！众所周知，昭然曾与儿臣关系匪浅，如今这冒牌货回来，却与齐王亲近，此事恐怕齐王也脱不了干系。所言有理。孟昭然背后是整个孟家，朕已设立太子，齐王此举恐有他意。跟他没关系，你少在这见人就咬。真的昭然向来与我亲厚，如今却是这般口出狂言。父皇，你要为儿臣做主啊！我齐王真有不臣之心，拿了他也罢。儿臣领命。系统，给我出来！我在。不是说让我复活吗？为什么棺材里还有尸体？是复活在狗身上，你现在用的只是一具变成你自己样子的狗的身体。他妈！别生气，我给你换回来就是了。现在换回来有毛用？尸体丢了，兄长就会信我了吗？他肯定认为我偷了他弟弟的尸体。那你叫我干嘛？我担心萧瑾要对萧寒不利，你想办法救他。不用，你被抓后，萧寒已经逃出城了。这也太现实了吧！算了，走了也好，总比留下来等死要我担心的好。有人来了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来做什么？相爱一场，我怎会真舍得你去死？算了吧，在你心里什么都比不上权势地位。我没想害你，当初杀你是迫不得已。江楚楚桥上的是萧寒，若非他拒绝我，哪有机会？可我又怕你得知此事，任性妄为，坏我前程。作恶还要找这么多借口，你累不累啊？你的温文尔雅本就是装出来的，背地里阴险很多。我见过你人前人后变脸的模样，只恨自己当初瞎了眼，会喜欢上我。那你现在就没有瞎了眼吗？萧寒也不过是在利用你，得知你被捉，他第一个逃出京城，丝毫不顾你的死活。他能活命我就开心，不需要他为我做什么。若你肯回到我身边，我饶你一命。别，死过一次的人了，我无所畏惧。但要和你这样的人重归于好，那还不如死。好，那我满足你。孟将军的实力，就这么死也太可惜了。不能为我所用的，都没有活着的价值。什么情况？
跟我走。手无缚鸡之力，你怎么敢劫法场的？我没劫，我只是趁着混乱将你带出来而已，没有危险。骗人！你就是舍不得我。好吧，我就是舍不得你，毕竟没有你，我夜不能眠。唉，我劝你不要太功利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身份成疑，你又劫了法场，我怕……别担心，现在该他萧瑾害怕。你做什么了？回头再告诉你。我已经很多天都没有睡觉了。知道了，来吧。西凉公主如今是本宫的太子妃，岂是你说带走就能带走的？太子妃，别叫我发笑了。太子殿下喜欢女人吗？这与你何干？殿下娶了公主，又圆房断了她和离的退路，此后却叫她独守空闺。楚楚还以为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，日日以泪洗面。后来才知道，你竟是喜欢男子。可有此事？血口喷人！是非对错，我已无心争论，只求和离，带小妹回国。她腹中怀着我的子嗣，你叫她和离后还怎么过？我西凉国一个孩子还是养得起，没了你这个爹，他们母子只会过得更好。求您不语，便只能兵戎相见。兵戎相见怕个鸟啊！还真让他把人带走了。父皇怕的不是兵戎相见，而是此事传扬出去，有损天家颜面。可江威远在西凉，怎么知道江楚楚的事？我飞鸽传书，那有我孟家镇守边关，他怎么敢说兵戎相见？我说这事孟家不管。这种话都敢说，他们真起兵怎么办？不是还有你吗？老奸巨猾，但也只是叫萧瑾被训斥一番罢了，跟他想弄死我比起来还差远了。别急啊，还有，儿臣知错，求父皇责罚。这也算不得大事，你今后要注意自己的言行，莫要再生事端。儿臣遵命。回禀圣上，几位文官大人在外求见，说要参太子殿下。你又惹什么事儿了？儿臣不知啊。宣他们进来。臣参太子殿下买凶杀人，暗害孟将军，人证物证俱在。臣参太子殿下克扣赈灾粮饷，中饱私囊。臣参太子殿下以权谋私，卖官鬻爵。别参了，都别参了。费这么大功夫，居然不是你做太子，真是可惜。我从来也没想做太子。不对啊，不想做太子，你总跟萧瑾斗什么呀？我不想做，却也不能叫德不配位的人做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嫉妒他啊！嫉妒他能那样轻而易举得到你的喜欢。别忽然这么直球行吗？咱不是在说做太子的事儿吗？做太子，将来的天子注定要为皇家绵延后嗣，而我喜欢男子，此生不会有后嗣。萧瑾还喜欢男子，不是也有儿子了？不一样，对他而言，权势地位更重要，但在我眼里，深情表白这就要来了，那我该怎么回应？说我也爱他，是不是有点敷衍了？哎，还有什么好词儿？死脑子快想啊！在我眼里，能睡一个好觉是最重要的啊！我多年来入睡困难，只有你在身边，才睡得踏实。你词儿都想好了，你就跟我说这个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是什么？哎，行，赔手我也认了，但上次说好的，一人一次，这次该我了。别，上次你说的各凭本事，现在我身体好得很啊！王爷，不好了，萧瑾逃了！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啊，真逃了！我去追，这样心思歹毒的人，让他活着那还得了？人呢？殿下说的对，你真蠢。糟了，来不及了。你确实是来不及了。孟昭然就是个犟种愣头青，这么阴损的招数，必然是你的主意。小韩，不叫我好过，那你也别想活。他给了你们多少银子？本王出双倍。死到临头了还想活命？当然，是人都想活命。他们的家人都被我抓起来，若临阵退缩，全家都得死。这狠毒还得是你。少废话，一起上！王爷别怕，我保护你。仔细一瞧，的确生得好看，难怪会叫孟昭然变了心。去死吧！王爷！王爷只是颜值能打，但本将军是真能打。你怎么赶得回来？
下辈子换个侍卫吧，慢吞吞的，轻轻一追就追上了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放我一马。父皇将你剥决流放，他如何放你？流放路上我会死的，总归我已经逃了，你就当没看见，放我离开。你是要他为你破了父皇的规矩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可我就喜欢用死的规矩气活人。你坏事做尽，死有余辜。看好了，再丢了，你们都得掉脑袋。张然，你不爱我了吗？你怎么如此狠心？早就不爱了，赶紧走吧你。对上了，都对上了，你还真是我阿弟。现在信了吧？我就是死而复生。太好了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可我已经答应小罕，要寸步不离的跟着他了。那你是在上面的吗？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哎呀，说好一人一次了，轮也该轮到我了吧？我今日才受了惊吓，就算是安慰，也该饶我一次的。那好吧，下次一定是我啊。下次再说吧。将军有心事啊。